上一讲谈到，在韩国的劝谏之下，梁王刘武做出让步，逼杨胜、公孙轨刺杀，以2个所谓凶案主谋者的尸体向朝廷使者交差。这样一来，案子虽然可以告一段落，但真正的幕后元凶也就不言自明了。其实事情也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梁王刘武不妨早一点负荆请罪，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说自己和袁盎结有私怨，咽不下这口气，一时之间情绪失控，这才做了傻事。这样的话，不管刘武被怎么处置，只要兄弟之情不受影响，一切都好受。但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晚了。随着杨胜、公孙轨的死，案情进入了一个很敏感的阶段。要查的话，可以彻查到底，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；不查的话，也可以蒙混过关，大家心照不宣。这个时候，汉景帝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。而梁王刘武并不傻，察觉到了哥哥的恨意，于是派邹阳到长安找王信想办法。邹阳在前门有过出场，他是当时的词赋名家，在文学史上很有一席之地。先前投靠汪刘弼，结识不对就转投了梁王刘武，成为梁元雅集当中的活跃分子。王信在前门也有出场，他是其女子曾儿和前夫王仲生的儿子，如今大妹妹做了皇后，王信就是国舅的身份了。邹阳说动王信，抓住的要点是皇亲国戚，同气连治，一旦袁盎遇刺案被追究到底，梁莽死了，窦太后的怒火没处倾泻，一定会找王信这帮人的麻烦，怨恨他们没有及时援救。王信没少违法乱纪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破绽，到时候窦太后要想找茬收拾王信，肯定一找一个准。所以王信就应该赶紧替梁莽求情去，只要保住了梁莽，那还不被窦太后另眼相看吗？邹阳的这套逻辑确实入情入理。而且就算退一万步说，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，亲戚之间劝和不劝分，这是赚好感的经典操作。大概率上，当和事佬总是最能给自己加分的，而那些袖手旁观和煽风点火的亲戚，即使一时得了好处，也难免将来倒霉。即便王信很认同袁盎曾经说的那套君子大居正的道理，但也同样应该明白自己是皇亲国戚，袁盎是卖杏人，两者谋求幸福生活的策略一定不一样。就这样，王信找机会开导汉景帝，稍稍缓和了汉景帝的愤怒情绪。那么窦太后现在怎么样呢？并不好。窦太后知道下儿子闯下了滔天大祸，整日了是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这就让汉景帝特别为难。我们读这段历史，还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，在皇帝的家庭生活里，亲情依然占据着很高的位置。无论景帝也好，梁莽也好，不论再怎么利欲熏心，到底还是一家人，有着很自然的血缘感情。景帝后来疏远梁莽，也属于很自然的情感表现。窦太后说起来贵是太后，其实也就像一个农村老太太，眼睁睁看着老大和老幺闹矛盾，手心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田叔、吕记主一行人办完公差，从梁国回来了。快要走到长安的时候，他们把所有案件卷宗烧个精光，空着手来向皇帝交差。接下来的这段对话相当经典。景帝问道：梁王参与了吗？回答是参与了，梁王有此罪。景帝问道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答道：陛下您就别问了吧。景帝很费解，没什么呀。回答是：如果梁王不服诛，那么朝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，而如果依法办事，太后她老人家吃得消吗？陛下你又该怎样面对太后呢？先前之所以要找田叔、吕记主侦办袁盎遇刺案，为的正是这样一种办案精神。田叔他们在梁国办案办得急如星火，板子高高举起，震慑力必须有，还必须大，但结案呢，结得轻描淡写，高高举起的板子必须轻轻落下。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处置犯错的员工，往往也是这种风格。背后的道理很简单，
真正处罚一个人，甚至裁掉一个人，在当时难于登天，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不处罚的话，一来犯错的员工会得寸进尺，二来无数双眼睛盯着你，队伍啊从此没法带啊。儒家伦理是从熟人社会里边诞生出来的，也特别适用于熟人社会。计划经济时代的耽美其实也是熟人社会，同事之间要处一辈子。汉帝国虽然在一路推进中央集权，打破熟人社会，但像汉景帝这样皇族的核心成员依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。那么案子到底该怎么侦办？就算田叔他们不是儒家出身，只要看得懂这一层基本的人情世故，自然呢就会心里有数。汉景帝于是让田叔一行人去窦太后那里做汇报，使本子全扣在杨胜、公孙轨两个死鬼头上。梁王刘武仍然是一朵纯洁无瑕的白莲花，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小妖儿。这个真是药到病除，窦太后马上就有胃口了。当然，窦太后呢也不傻，她对案情的真相肯定会有自己的判断。只不过在她而言，重要的并不是梁王刘武到底是不是无辜，而是汉景帝能不能法脉开恩，放过这个兄弟。而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，假如窦太后前些年就已经死了，那么汉景帝这一次会不会放过梁王刘武呢？估计并不会。这才是梁王刘武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，可不能因为案子结了，杨胜、公孙轨当自己替死鬼了，就能相信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，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滩不留影。所以呢，案子虽然结了，但事情并没有完。如果梁王刘武因为自己被判无罪，就真的拿出白莲花的姿态如常生活的话，那么灭顶之灾就离他不远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国家大事的层面上，梁王虽然洗清了嫌疑，可以挺直腰板做王爷了，或者说他可以不认错，而在家庭关系的层面上，他必须拿出十足的知错悔改的姿态，去软化哥哥的心。这种事情分寸感很难拿捏，既要伏低做小，又不能直接认错请求宽恕。刘武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。他先是给朝廷上书，请求进京朝见，然后在到达函谷关的时候，把大部队留在关外，只乘坐一辆不起眼的小车，带着2名骑马的随从，无声无息的前往长安，但不是直接入宫，而是躲进了自己的亲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彪家里。于是当朝廷使者迎接梁王的时候，却发现梁王神秘失踪了，只有随行的人马留在函谷关外。窦太后当即就哭了，说梁王一定是被汉景帝杀了。汉景帝又是担心又是焦躁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梁王突然显身，不再是以前那种车马如云、光鲜亮丽的样子了，而是孤零零的摆出了一种类似于负荆请罪，但并没有真的负荆请罪的姿态。这就像一个犯了罪，受不得爸爸妈妈批评而愤然离家出走的小孩子，在出走了一整夜之后，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一样，紧张、害怕、想家，似乎心里知道错了，但紧紧抿着嘴唇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泪珠马上就要掉下来的样子。好吧，回来了就好。窦太后和汉景帝如释重负，一家3口顿时哭在一起。家人嘛，没有隔夜仇，关系恢复如初。当然，只是貌似恢复如初，扎在汉景帝心里的那根尖刺早已经生根发芽了。等这一时的亲情下了头，从此他就疏远了梁王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两兄弟同乘一辆车了。至于田叔，因为办案表现出色，有大局观，因此很受汉景帝赏识，出任陆国国相。这位田叔，前文已经有过出场了，那还是在刘邦时代，赵王张敖被控谋反，案子搞得血雨腥风。逮捕张敖的时候，刘邦下我严令，张敖的官僚宾客如果有谁胆敢追随张敖，一律灭族。但田叔、孟叔等人自己剃掉头发，戴上枷锁，自称是张敖的奴仆，追随张敖到了长安。史记的记载比较详尽，说追随者一共有10几个人。后来的案情水落石出，刘邦将这10几个人尽数
授予要职，要么是郡守，要么是诸侯相。在这些人物当中，田叔是最耀眼的一个。交代几句后话，田叔的儿子田仁颇有乃父之风，在汉武帝时代名扬天下。后来发生了巫蛊事件，汉武帝疑兴太子刘据造反，当太子兵败逃到城门，想要逃出长安的时候，负责把守城门的正是这位田仁。一个两难的局面就这样摆在田仁面前。忠于吃守的话，就必须严守城门，甚至捉拿太子。但人家只是父子之间闹矛盾，不管现在的阵仗看上去有多大，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，怎么办呢？田仁故意卖个破绽，由着太子出城逃走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田叔放过了梁王刘武，因此被汉景帝提拔；田仁放过了太子刘据，因此被汉武帝批捕处死。到底谁做对了，谁做错了呢？景帝中2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